蒙面财经，朋友们好。有朋友后台给我留言说我这个更新的频率好像慢下来了。那说实话呢，做财经节目呢还是挺劳神费心的它不像那些时政类的节目，它靠这个经验和判断就行。那做财经类节目呢，还是需要比较多的这个数据，还有深刻的逻辑才能做得比较好，做得比较扎实。那再加上平时呢，我需要对中国和美国的一些上市公司做一些调研、投研分析和跟踪，那所以呢，时间可能忙不过来希望大家谅解。好了，我们言归正传。那这期节目呢，是我们本期专题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深入探究一下这个人民币强势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人民币的强势呢，它其实有4个根本原因我们一个一个来剖析。那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呢，也是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它跟美元的深层次的这种逻辑关系这个呢，很多人是不太了解的因为它需要对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有一定的认知，那还需要一定的货币银行学的知识。那我们就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说起就是债务偿还的背后，它究竟是靠什么做支撑？那我们先来打个比方比方你借钱给一个人也好，或者借钱给一家企业，那你是基于这个人或者这个企业有偿还负债的能力，你才会借钱给他。但是这种能力呢，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这个人或者这个企业它赚取现金流的能力。那二呢就是这个人或者这家企业所拥有的这个资产你比如说企业拥有的厂房、机器设备对个人来说呢就是拥有的房子、汽车这些所以基于这些呢，你认为这个负债呢是可以得到偿还的。那国家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国家是这样的，就是央行呢它代表国家发行这种货币，那对于货币的这种持有者老百姓来说呢，这是一项资产，但是对于央行来说呢，它是一项负债是对货币购买力背后的一种信用和承诺。那既然是负债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负债，它背后呢一定需要资产和现金流来背书。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中国这个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呢，它有什么大家先来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中国央行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图。那从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央行从2000年初一直到2019年整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组成结构。那可以看到整个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呢，总体规模是在膨胀。那这个呢也符合中国这20年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物资的极大丰富再加上世界工厂的建立。大家看上面部分就是央行的资产部分，那下面呢是央行的负债。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央行负债的部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橘黄色的部分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央行发行的这个货币。那只不过这个货币呢，不是我们通常大家所理解的这种银行存款它是个基础货币也是称为高能货币在这个货币银行学里面讲。那商业银行呢，它需要把基础货币派生成这个信用货币形成这个广义的货币 M2。那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新闻里面有一些这个 M2 的这个数据M2 的增长包括这个3月份的 M2 的这个增速非常快，达到10%。那大家知道这个 M2 就是这个广义货币一直在增长，经常能看到。那关于基础货币是怎么派生出这个广义货币的，那有兴趣的呢朋友自己私下面去了解，就是搜一下了解一下。那在这儿呢我就不详细讲了你就记住这个整个基础货币呢，它就是央行的负债是国家呢对人民币持有人的信用和承诺。那刚才讲了这个负债呢，它需要资产和现金流的背书那我们就接着来看这张图的这个上半部分也就是央行的资产部分。那看一看央行的资产里面呢，到底有什么有些什么东西，哪些家当，它能够为老百姓所持有的货币呢购买力去背书。大家先看一下红色那部分是央行资产里面的这个大头，也就是外汇储备。那我给大家详细看一下，就是截止到2020年2月份呢，央行资产负债表里面的构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国外资产下面那一行就是第一行下面那一栏有一个外汇那一栏。那金额呢是21.22万亿，那央行的总的资产的额度呢是36.1万亿。那大家除一下就知道占比是58.8%。那其实在这个占比呢，在15年以前呢更高因为那个时候外汇储备更多嘛，大概在4.1万亿美元，后面它经过15、16年下来了，下到了这个3.1万亿美元。那当时的比例呢可以高达80%就是说央行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资产部分的80%都是外汇储备在那个15、16年之前。那外汇储备里面呢，大家知道其实它绝大部分呢都是美元和美元资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是美元资产或者是美元在全球各国央行储备里面占了一个比例。
那高的时候可以达到67.8%啊，低的时候呢有61%。那中国的央行呢，差不多也是这个比例啊，就是美元和美元资产里面占这个在外汇储备里面占的这个比例啊，大概是60%多的一个水平。那大家看了这个以后呢，就能明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大头啊，资产的大头是外汇储备，那外汇储备里面的大头呢，又是美元和美元资产。曾经有人这样说啊，说人民币呢是美元的影子货币，那这句话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因为给人民币基础货币做背书的很大一部分资产呢，确实就是美元和美元资产啊。美元资产大家知道，就是可能大部分都是美债了，有大概1.08万亿啊。那这个美元和美元资产从哪儿来的呢？啊，其实是世界工厂的地位赚来的啊。所以也有人说呢，人民币的汇率的根基呢是世界工厂，那这话呢也没错，它的根基呢确实就是世界工厂啊，只不过逻辑关系上呢，它是通过世界工厂啊赚到了外汇储备，然后再用外汇储备呢给人民币这个基础货币的发行做背书啊，增强了整个人民币的整体信用。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讲的啊，人民币和美元背后的这种深层次的逻辑关系啊，也是人民币这个强势的第一个因素啊，核心因素。其实它这个有着很强的外汇储备啊，做背书，尤其是美元和美元资产这种背书。那大家呢，可能也比较好奇啊，就是这个央行资产里面，这不是在15年以后有绿色的部分嘛？就绿色的部分是什么东西？那其实绿色的部分呢，它是从15年呢才开始增加的这里呢我就不特别深入讲了，我就简单说一下，有兴趣呢可以再仔细研究啊。那绿色的部分呢，它学名叫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啊，这名称听起来比较拗口，但我如果说一个东西呢，你们也许就理解了啊，就是这个新闻上经常看到这个 SLF、MLF、TMLF 这种，大家开玩笑简称各种粉啊，说央行发了这个各种粉。那这个新闻呢，因为你们能经常看到，其实它本质呢就是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钱啊，那对央行啊，对人民银行来说就是一项债权，就是一项资产。那 SLF 呢是1个月到3个月短期的这种借款，那 MLF 呢是3个月到1年中期的啊 ，TMLF 呢是1年到3年啊更长期的啊。总的来讲，它就是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钱，对央行来讲呢是一项债权，所以反映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呢就是资产。好，这个就简单先说到这儿啊。那15年之前，就是它为什么从15年之后呢才开始逐渐增多呢？那这个里面其实有挺复杂的背景因素的啊。当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就是当时外汇储备从4.1万亿美金啊下降到3.1万亿美金，那整个央行的基础货币有一个收缩和萎缩。那为了弥补这个央行的基础货币的萎缩啊，然后创设出的这些工具，补充了这个整个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基础货币。好，这个呢，我们最后总结一下，第一点因素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呢，它是央行的一项负债。那负债呢，需要央行的资产来背书啊，就跟一个人、一个企业的负债需要资产和现金流来背书是一个道理。那央行资产里面呢，绝大部分呢又是外汇储备构成的，外汇储备里面的大部分呢又是美元和美元资产构成的啊，因此呢，人民币基础货币背后的信用基础和美元有着深层次的逻辑关系。因此呢，刚才也说了，就有人说人民币是美元的影子货币啊。那这些外汇储备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本质呢又是从世界工厂赚来的。好了，这是人民币比较独特和强势的这个第一个因素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人民币强势的第二个因素。那刚才我讲了，就是这个负债的背书呢，需要资产和现金流来做保证。那刚才第一个因素我们讲的是资产啊，就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有哪些高含金量的东西去给这个负债能去背书。那接下来第二点我们就说这个现金流啊，央行的这个现金流好不好？那这个现金流主要表现在哪儿呢？其实就表现在中国赚取外汇储备的这个能力和赚取外汇储备的这个每年的贸易顺差还有金融账户的这个顺差的流入来。那大家先看这张图这张图呢，其实我在之前有一期节目里面就是关于3月份美元储备下降的那个节目里面引用过也讲过关于一些外汇储备的事情大家再重温一下这张图从这张图呢可以看到在这个15年、16年包括到19年，这个经常账户的这个顺差呢一直都是顺差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只要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没有出现问题，那这个经常账户的从01年加入 WTO 它一直就是顺差，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那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我以前也介绍过，它其实就是简单可以理解成就是外资进入中国投资中国的债券
投资中国的股票啊，或者是 FDI， 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来中国建厂投入的资金啊，这两部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17、18啊、19年呢，那我们赚取这个获得外汇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一个是经商账户有顺差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金融账户也有顺差。所以说17年、18年、19年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起码我们也有将近1500亿到2000多亿的这个外汇储备进来。那现在呢，就是3月份，刚才我讲了，3月份外汇储备呢确实有一些下降啊，下降了这个460亿美金啊，也是创了几十个月的一个下降幅度。那一季度的顺差呢确实也有一些下降，导致现在外汇储备呢下降到了大概是3.06万亿美元的一个水平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啊，中国是在至少是在这个2022年一季度以前吧，就是15、16啊、17、18、19年这些年份，那我们整个这个赚取外汇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不管是通过这个贸易还是通过这个金融账户啊吸引外资进来，那这样呢就保证了一个它的这个刚才讲的现金流的一个流入啊，因为我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现金流啊，实际上也是为这个中国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币值呢的比较强劲做了一个保证，或者做了一个背书。那这个呢就是第二个因素啊，这也是世界工厂的威力啊，它能源源不断的赚取到外汇啊，这个国家呢作为一个整体，它赚取这种现金流的能力呢就比较强。那人民币呢这样既有了外汇储备资产的背书，同时又有这种源源不断的这个外汇现金流的支撑啊，所以人民币的信用呢才得以增强，币值呢才得以稳定啊，这是第二个核心因素。那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有央行的这个强力干预啊，央行呢确实是有干预啊，没有干预的话，因为中国的这个广义货币刚才讲了，就 M2，大家也经常看到这个数据。那3月份最新的数据都已经208万亿了，对吧？如果这么多的广义货币啊，就是这个你在银行的存款都去换成美元的话，那肯定这个外汇储备是支撑不了的。那央行的干预呢，主要是从16年以后啊，就是在17年初开始加强的。那17年以后呢？因为15、16年的人民币贬值的速度和幅度都非常大，那在17年以后呢，央行就是采取了一些手段去这个干预汇率。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呢，就是发行央票。那发行央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回收在这个大陆以外的，尤其是在香港离岸的这种人民币的流动性。那什么叫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呢？说白了，它就是在境外流通的人民币。那人民币呢，在离岸在境外市场，它有一个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啊，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看到。那如果你收紧了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流动呢，那整个其他的资本呢，就是它没有子弹去做空人民币啊。你想做空人民币的话，首先你得有人民币啊，你才能卖出人民币，买入美元，对吧？这才是一个做空的一个动作。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3月份，就2020年3月份，当时这个美元升值非常强劲啊，人民币贬值压力也非常大。那在3月份的时候呢，在香港当时发行了100亿的这个央票，那当时呢也确实正值美元的这种急剧升值啊，这个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那大家还可以看到，在2019年呢，当时也一共发行了1600亿的离岸的央票啊，共收回了这种离岸流动性1600亿。那这是央行通过发行央票去这个收回海外这个人民币的流动性啊，这也算是央行非常强力的干预。当然，也有人猜测说，央行不光是进行发行的央票的动作，它还在离岸市场这个直接下场子参与这种干涉比如说这个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的一个动作动用外汇储备那这个也是有可能有的。那这里呢我再插一句就因为讲到这个发行央票收回海外流动性，那之前我有一期节目讲到过数字货币那一期，那有一些后台朋友回复说这个数字货币呢，央行是为了扩展人民币的国际化那其实这个呢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没法成立的。那一来呢，整个人民币在全球央行的储备中，现在占比非常非常低大家看这个图也能看到，它占比只有1.8%，美元呢是占到60%以上，常年都是60%以上。那你人民币整个这个国际化的前景呢，其实是非常路漫漫，非常遥远。你再加上央行这几年不停的这个回收离岸人民币的人民币的这个流动性在这个海外的人民币的流动性。那你不停的收回离岸流动性，你怎么又让这个人民币能够实现国际化呢？对吧？它本来在海外市场就不多，占比就很少，然后你为了这个干涉外汇干涉汇率，那你还不停的往回收回流动性，那当然你就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就非但不能进步反而还退步不少这些年。那
所以说不是说央行的数字货币出来以后你摇身一变啊，你马上就能国际化了。那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究竟成功与否啊，其实它的根本因素还是扎扎实实的要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啊，不是说你弄个数字货币你就能出奇制胜的啊，关键是你背后的这种综合国力啊，你的这个生产力水平啊，你的这个商品的这个货币的为这个各个国家所接受的程度啊，你的这个科技水平、经济水平，这是最根本的因素。那好，这是讲了数字货币插了一句啊。那我们接下来再讲这个最后一个因素啊，关于人民币比较强势的最后一个因素啊。那这个因素呢，我想大家也能想到啊，它就是超强的外汇管制。那中国呢，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大国，但是人民币呢依然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啊，至少在资本项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大家知道这个经常项下嘛，就是指贸易啊，贸易你可以换，但是这个资本项下，你想去国外买房子啊、投资股票啊、做投资啊，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叫资本项下。那整个在历史上来讲呢，当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强国的时候呢，就是基本的这个货币都是变成可自由兑换的啊。像中国这种还是不可自由兑换的，确实也是历史上比较少见啊。就这么大的贸易量啊，海量的贸易、天量的贸易，但是这个它本身的货币却不能自由兑换。那大部分国家呢，在融入全球贸易以后啊，就是基本货币呢都是可自由兑换货币啊，不管是贸易项下还是资本项下。那所以资本管制是什么时候就是更强化了？其实中国以前一直有资本管制啊，只不过是在17年初啊，就16年以后，就刚才我讲了，整个这个外汇储备流失了1万亿以后啊，那外汇这个管制又更加加强了啊，它这个强化了外汇管制。所以说17年以后呢，这是一个分界点。所以这个外汇管制变得非常非常强。那好，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啊。今天呢主要分享了这个人民币的一个独特性啊，人民币强势背后的这个4个因素。那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也是最本质的原因啊，就是人民币这个基础货币背后的信用呢是外汇资产。那外汇资产呢一大部分呢又是美元和美元资产，所以这也就揭示了这个人民币和美元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关系在里面。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讲了这个世界工厂这种强大的赚取外汇的这种能力啊，赚取外汇和现金流的这种能力，等于也是为人民币的这个货币的强势做了一个背书。第三个因素呢，当然就是这个外汇市场的干预啊，尤其是在离岸市场的这种干预啊，收紧人民币啊，或者是直接下场干预这个汇率市场。那这样呢也是可以让人民币维持一个强势的作用。那最后呢，就是给大家讲了这个外汇的管制因素啊，强大的外汇管制因素，我相信这个呢不用我说太多，大家也应该知道，或者也有感受啊。包括有很多市面上大家也有一些话嘛，这个说所谓骗饭不得出海啊，或者是肉烂在锅里啊，不是有这种说法吗？那好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讲的啊，这个人民币现阶段强势的这个4个因素啊，给大家做了分析和总结。但是你说人民币有没有弱点呢？其实我从上面的分析呢，大家也能看出来啊，它的这个弱点在哪里啊？它这个话题呢，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慢慢道来啊，慢慢再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啊，也谢谢大家的收看。那记得评论、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